其實這個停戰都是美軍主動停戰的哦，伊朗並沒有打算要停戰。川普一直不斷的在找下台階，從這一點大家就可以知道到底是誰怕繼續打下去了。光在今年7月，愛國者飛彈就打掉了600枚到700枚了，這等於是愛國者飛彈1年生產的量啊！現在美軍已經陷入到了另外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境哦。可是現在伊朗已經有計劃的把美軍在整個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一次又一次的清洗，他這樣的做法是為了什麼？為了下半場做準備了。下半場如果美國的這個兵力投射發生了問題，那請問接下來他要怎麼打？跟美伊戰事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幫我們做解析。首先看到伊朗這一次的攻擊到底有多猛烈？其實，在上周末而已，短短的幾天之內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今天周一趕快來更新一下，包括了第5艦隊遇襲，還有美軍的基地有多個，包括等一下我們也會看到在地圖上的多個基地哪裡受攻擊來看。MQ9死神無人機也傳出8架被轟炸哦。第二件事情來看到的是伊朗的飛彈戰力全面升級，2款飛彈帶觀眾朋友來看。第一個開巴爾謝肯，現在呢實戰來說，他們已經可以透過數據的修正，越打越精準了。第二款是4000公里等級的霍拉姆沙赫爾4，涵蓋整個中東地區它的射程哦。最後來看到美軍的傷亡到底有多慘重呢？現在呢，來自於美軍的說法，陣亡人數從18人下修到14人，而且這下修的原因是因為停火後死亡不列入統計，引發了家屬非常憤怒，怒批美軍是否在淡化戰爭的代價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來做深度剖析。最新戰況，趕快來看到美軍連13天的轟炸對伊朗的大規模空襲，但是沒有想到為什麼呢？就在周末的時候，川普突然間態度軟化了。他說要下令暫緩攻擊伊朗。現在大家也在看說，為什麼之前每天都在攻擊，現在突然間改變他的態度了呢？外界分析有2個原因，第一個就是防空飛彈是不是快速的消耗，愛國者飛彈庫存吃緊。第二件事情是美軍恐怕在評估一個更高強度的地面戰跟特戰來做一個準備。不管美軍的下一步是什麼，伊朗的攻勢非常的強烈，我們趕快來看最新的幾個重要反攻的攻勢。伊朗的攻擊已經波及到了3個基地，包括了畫面上這張地圖我們看到的在約旦的基地，這些都是美軍在中東的基地哦，還有在科威特的基地，最後跟巴林的基地。轟炸的範圍包括了機庫啊，還有它的營房、指揮處，還有它的燃油庫，甚至是裝備庫等等。這3個基地都受到了猛烈的攻擊。第二件事情是第5艦隊也遭到了攻擊，還有 MQ9 死神無人機8架遭到摧毀。那麼另外一頭第2個戰線現在看起來是在紅海了。也門青年運動在本周末再度的鎖定了沙烏地當地的石油設施，發射了飛彈無人機，現場炸出熊熊火光。趕快來看現場最新畫面。好，所以现在等于说，除了伊朗发动攻勢之外，還有也門青年組織也發動了各種的攻勢。再來，我們看到伊朗祭出的最強飛彈2款，第一款是開巴爾謝肯中程彈道飛彈，射程1000多公里，最大特色是它的高度機動化的一個部署方式，可以降低美軍提前被摧毀他們飛彈的一個風險。第2款飛彈，來帶觀眾朋友看到的是霍拉姆沙赫爾4，這一款飛彈不一樣的地方是它的射程了，高達了4000多公里，涵蓋整個中東地區，甚至可以到南亞、印度洋區域去了。而且這一次呢，伊朗的飛彈攻擊越來越精準了。他們說呢，無論他們可以透過大量的戰場數據做學習，來調整飛彈飛出去的路線。屠防的方式也因此提升，還有命中的精準度。伊朗甚至喊說，他們部分的飛彈精準度已經高達了100%。再來就是我們看到美軍他們現在的攔截飛彈的成本高達了數百萬，讓他們備受壓力哦。航空這個防空的資源非常的昂貴，讓他們快要撐不住了。而且呢，現在時隔30年了，美軍再度的考慮要來生產愛國者2型飛彈，原因是他們認為已經不夠了，要來快速補充一下目前的庫存。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孫委員了，怎麼看伊朗這一系列這麼多的一個攻勢？
第5艦隊巴林、約旦、科威特，還有 MQ-9死神無人機被轟，紅海又有另外一場攻勢再起，中東基地已經從前進堡壘變成飛彈的靶場嗎？委員怎麼看這一波攻勢？對，如果我們要問說伊朗到底有把美國打得有多痛哦，你就光看這場戰事一路過來，其實都是川普在替伊朗發言哦。川普3不5時就告訴大家說，伊朗打電話給他說要和談了哦，伊朗找人傳話來說要和談了，伊朗已經準備好要和談了，和談的方案都已經準備好了。可是從頭到尾，伊朗都沒有正式的肯定或者是承認川普的這個談話的內容，所以川普一直不斷的在找下台階。從這一點，大家就可以知道到底是誰怕繼續打下去了。那你更不要講說，在這2次的停戰哦，我們上一次我們看到的這個停戰維持了一段時間，到這一次忽然又找了另外一個理由，又停戰了個幾天。其實這個停戰都是美軍主動停戰的哦，伊朗並沒有打算要停戰。所以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得到，其實美軍在這場戰爭當中，其實有一點後繼無力的這個味道存在了。我們剛才講到了它的這個軍事裝備的損耗量太大了，到目前為止，薩德已經耗掉了80%了，只剩下2成的薩德飛彈。光在今年7月，愛國者飛彈就打掉了600枚到700枚了，這等於是愛國者飛彈1年生產的量啊，光7月就打掉了。那麼，所以現在美軍已經陷入到了另外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境哦。但是你回頭來看，其實伊朗在這場戰爭，他準備了20年到30年的這場戰爭，他從頭到尾他有他的節奏跟劇本的，他沒有亂打的。他從一開始他就抱定說，我要畢其功於一役。我準備了30年，這30年的這個準備，我一場戰爭我就要把所有的問題解決掉哦。所以你會發現，從一開始，伊朗就端出了所謂的去中心化指揮系統。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很聰明的部署哦，因為他早就已經預期到他的將領可能會被暗殺、會被斬首，所以他一開始就做了這樣的布局，代表說他這個戰爭從頭開始，他就是有計劃的來做推進。然後第二個，你發現說他用了很多廉價的哦。這個所謂的無人機，或者是相對比較低階的這個導彈，在第一階段的戰爭當中，耗盡了美國的這個防空飛彈的系統，包含美國盟國的防空飛彈系統，然後用這個無人機入侵去這個破壞了美國在整個這個波斯灣中東地區的這個雷達的防禦系統哦。所以接下來呢，他就可以好整以暇的拿出工具箱，精準的精良的武器，一個一個的來對美國造成重大的這個殺傷跟這個損害哦。那麼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當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做了第3個布局哦。我一直講這是主場跟客場的問題，美軍在這裡是客場，對伊朗來說它是主場哦。客場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在客場做發動戰爭，關鍵的問題在於兵力投射的問題。美軍以前在中東的兵力投射是靠它的軍事基地啊，靠它在波斯灣的這個一系列的軍事基地，不管是空軍、陸軍、陸戰隊，這個包含這個第5艦隊的這個補給，通通都是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可是現在伊朗，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其實在這場戰爭在這個停戰前跟後來的這個停戰後的陸續的衝突，伊朗已經有計劃的把美軍在整個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啊，就是他不是只打一次啊，他3不5時就在打了。所以我常常看到說，這個美軍大概也不用修他的軍事基地，你今天修好了，明天又被炸了哦。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美軍馬上就面臨到兵力投射的問題了。伊朗現在不只是打波斯灣的這個軍事基地啊，他連約旦這麼遠都打了。所以他主要展現的一個態勢是說，你任何一個國家，你只要你敢讓美國的這個空軍或者是陸軍進行部署投射，我就摧毀你。他這樣的做法是為了什麼？為了下半場做準備了。下半場如果美國的這個兵力投射發生了問題，那請問接下來他要怎麼打？那更重要的是，你看最近他攻擊的幾個點，巴林的這個第5艦隊海軍這個基地，為什麼？因為你現在美國的兵力投射，我說過，除了陸上的這個相關的基地之外，你就剩下航空母艦戰鬥群了。如果今天連第5艦隊的這個補給休整的基地都被打爛了，那你第5艦隊到底要到哪裡去進行後勤的補給啊？然後接下來你看到他在打科威特的這個多哈營地，他為什麼要打科威特的多哈營地？因為科威特的多哈營地是美國陸軍在中東最大的裝備儲存跟後勤保養的中心哦。更重要的一點是科威特的地理位置，如果美軍要針對伊朗發動地面戰爭，要這個攻擊哈爾克島，那麼科威特是最近的位置。所以今天他為什麼大家會看到他不斷的在攻擊科威特美軍的這個陸軍的基地？其實他就是為了要消耗美軍的戰力嘛。那更不要講到說，
你看到他最近的這一波一波的攻擊，幾乎讓美國的空軍在這個原本的伊朗上空的空軍優勢都這個失去了。我認為伊朗在做這樣的節奏，只有反映了一個重點，就是伊朗沒有準備要談了。伊朗準備要跟美國決一死戰，他已經做好了這個準備了，所以他才會一步一步的把美國逼到絕境了。好，現在看起來是伊朗沒有要談，所以他接下來包括攻擊的目標也都非常的明顯哦。除了委員剛剛幫我們提到的這個各個在中東地區的美軍基地打斷他們的補給線之外，還鎖定了這個美國的各式的高價武器，而使用的飛彈，剛剛我們特別看到了2款，包括了開巴爾謝肯跟霍拉姆沙赫爾4等等。重點是他們不斷的修正，他們發射了飛彈之後又不斷的修正，看這個當中可以做什麼樣子的一個改變，讓突防能力跟精準度再次的提高。這是他們的另外一招，讓美軍攔不住的一個攻勢嗎？那呂艦長又怎麼看？其實啊，剛剛主持人所特別說明的啊，也就是現在伊朗的各種飛彈，它已經沒有測試的過程了，它都是呢以戰代測，以戰代訓。也就是我直接攻擊，那看看攻擊的狀況結果是什麼，然後再進行最後的修正。那這個是我們現在看到伊朗的部分了。那這個有關於海巴爾謝肯這枚飛彈呢，它長成這個樣子。那它告訴我們，一般的說法啦，是它可以打1450公里。那我們可以從它這邊的這個小翅膀啊，這個叫做什麼？這叫做雙錐體可控制翼。所謂的雙錐體可控制翼，也就代表它末端它是可以改變它的方向的。也就是說，你追蹤它的前半場，那也就是它的彈道的話，你未必能夠預測到說它真正攻擊的點在哪裡。那這個是我們看到有關於這個以色列，那透過衛星掌握它的一個發射地點，不過它是一個車載的。也就是你掌握的就那一個時間點而已，可能等一會兒就開走了。那另外呢，我們講到一個霍拉姆沙赫爾的這個飛彈呢，這個飛彈其實更妙，也就是怎麼說？因為當初大家他所公開的資料是打2000公里，結果他打到哪裡？他要打到哪裡了？他要打到迪亞哥加西亞島了。那迪亞哥加西亞島到底距離伊朗有多遠？距離伊朗3862公里，意思也就是什麼？他公布的距離跟他實際可以射到的距離，其實差了將近1倍啊。那也就是我們看到啊，他那個時候對於迪亞哥加西亞島其實發射了2枚，一枚那我們剛剛講到了那個以戰代測啊，那就不見彈了。那另外一枚呢，其實美國發射了標準3型的飛彈進行攔截。那為什麼要攔截？因為快打到迪亞哥加西亞島了，所以要攔截啊。那這個如果按照美軍的說法說，哎呀，那它還很遠的話，那我請問你，你為什麼要花400萬美元的這個標準3型飛彈進行攔截？那是快要打到了才會做這種攔截的行動。但是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霍拉姆沙赫爾的這種飛彈呢，其實它不是一個很單純的彈頭而已，它是有級數彈頭的。那我們之前呢，在這一個有關於約旦或者是以色列上空，我們都會看到這樣像火樹銀花這種，這個就是級數炸彈。那它的級數炸彈也不是一種，那它有很多種。那如果配備這樣的一個彈頭的話，它幾乎可以打那個80枚啊。那也就是我們講到說，現在我們所了解的實際上的數據，那其實伊朗做了非常大程度的一個隱瞞。是，好，這個是有關於我們看到的美伊戰事的一個最新的戰況哦，還有伊朗的各式飛彈的武器的做解析。那另外我們也來看到，現在美軍傳出了一件事情哦，是讓包括了他的家屬哦，還有非常多的海軍的退役的將領都非常的不滿，就是呢最新消息，美軍傷亡數字開始做下修了。
他曾經公布了說，目前打到現在，美軍死亡名單有18人，但是最新他把它調整成14個人了。當然，他也給出了理由說，減少了4個人，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美伊曾經在4月份停火，在停火之後的數字就不列入死亡人數當中了。這消息一出，這個軍人的家屬就非常痛心哦，痛批說美軍蓋牌，憤而要求檢討。那這一位是海軍的退伍軍人，他叫做斯塔莫斯，他也認為說下修這個數字，犧牲的美軍的人數實在令人厭惡又作嘔。楊老師怎麼看這樣子的一個更改數字？基本上這個當然其實就是遮掩嘛，那當然就是對軍人的不尊重，因為你到4月7號就停，可是你1月17號開始跟伊朗在瑞士進行和談，然後呢，你7月7號又通知國會說你現在對伊朗再次的採取行動，這根本是一連續的這個戰爭。那之前美國的國會眾議院跟參議院都通過決議案，要求你立即撤軍。那你說，我們4月7號就停了，所以軍隊已經停止攻擊，那事實上並不是如此。然後你從7月7號開始的行為，美國的眾議院又通過一次法案，要求你立即要撤軍。所以這是一個整體的事件，你不全世界都把它當作就是美伊的這個戰爭，從2月28號打到現在為止嘛，只不過是打打停停。結果呢，你為了要讓數字好看，說我們死的人比較少，那你对那個最近死去的4位美國的士兵是怎麼看待呢？相關的這個待遇處理或整個數字的計算，那是不是因此會有改變呢？所以我覺得你這種為了要讓數字好看，而避免造成更大的民間民意或者是國會的壓力、媒體的壓力，你刻意的扭曲，你根本不尊重美國人嘛，你不尊重美國軍人。那美國軍人還要這個上戰場為美國而死嗎？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缺乏戰略而又戰術失誤，最後你戰爭其實已經是失利失敗，然後進行和談。那因為你不願意伊朗再崛起，你不願意伊朗成為中東強權，你不願意伊朗掌控荷姆茲海峽，你不願意伊朗威脅到以色列，所以呢，你要再打下去，再打下去，這死了4個人就大筆一揮不算，因為伊朗戰爭結束了，我們現在是一個新的戰爭，那給我一個名稱呢？那給我個名稱呢？這叫什麼戰爭呢？對不對？對。那事實上，你現在只是暫時的停火。那這個暫時的停火，你看到伊朗的回擊依然是這麼的強烈。那後續如果還會有人傷亡，你是怎麼樣去對待他們呢？所以你會讓美國人以及美國士兵會非常的心寒。我覺得接下來在參議院裡面會再一次的通過決議案，要求川普你要立即的撤軍，美國人不支持打這場你要去刪掉數字的戰爭。今天的美伊戰事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邀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答。第一個，美軍已經第13夜狂轟伊朗了，而且呢，這一次最新的消息是，他連他的 B-1B 的戰略轟炸機已經正式的下場了。但是呢，伊朗卻反手攻擊，包括了在美軍的基地，而且這一次不一樣的事情是，他獵殺的目標變成了這種高價值的軍事裝備。美軍火力全開，能夠打垮伊朗嗎？還是會陷入一場泥淖當中，成為長期的消耗戰呢？第二件事情來看到，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伊朗反手打的是美軍最昂貴的裝備，當中有什麼呢？包括了防空雷達，還有戰機的機庫，一直到無人機，全面下手，打眼睛斷翅膀的攻勢，真的能打垮美軍防線，出現破口嗎？最後等一下來關心到的2條能源命脈，從荷姆茲海峽到紅海，這個石油的價格可能因此狂飆哦，因為被掐住命脈，有沒有可能到$150一桶？美軍承受得起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做深度的剖析。這一場中東戰火，美軍已經連13天狂轟伊朗了。來看到最新消息是來自於美軍的中央司令部說，第13波攻擊正式展開，而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 B-1B 的這個轟炸機已經正式的出動了。之外呢，投入戰場就是要來削弱，包括了伊朗在這個荷姆茲海峽對於商船的威脅。川普進一步放話說，接下來還有另外一波規模超級大的史詩級怒火的一個攻擊行動，它更是
強調說，接下來如果他一聲令下的話，以色列會在2分鐘之內可以到達，並且以色列就會加入在戰場當中了。那麼《華爾街日報》也特別爆料說，中東目前呢，我們看到美軍早就已經部署好各式的兵力了，包括數萬名美軍，還有超過10艘的軍艦、2個航母打擊群，甚至11艘的飛彈驅逐艦，還有這個我們看到的是海軍陸戰隊的遠征隊，都已經蓄勢待發在中東地區。來看到伊朗的部分，立刻做的反擊，除了針對於約旦的美軍基地之外，還包括了在科威特，而他命中的都是這些高價值的目標。先來看在美軍的這個約旦的基地哦，他打到的是包括他的薩德飛彈系統、愛國者飛彈、2架重型直升機 F-15，還有10架的 MQ-9死神無人機。伊朗還說營區內有多人傷亡。科威特的部分包括了擊中一座電信塔、無人機、路邊的這一些邊境的通道等等，也同樣的，他說有部分的美軍人員受傷。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伊朗的戰略打的都是高目標、高價值的這些目標。節目一開始，先請教酈將軍怎麼看伊朗現在專門鎖定這種高價值的資產背後的戰略目標是什麼？你知道作戰指揮官最重要一件事情，要了解他的作戰任務是什麼。所以我們來講的話，當一個指揮官，首先你要知道說是本身的任務，緊接着下來，你才能夠做你這個戰術目標的選擇。那我們現在看看這個伊朗現在革命衛隊他的可能的作戰任務有什麼？第一個，他是不是在殲滅美軍的有生戰力？我不認為他在殲滅敵人有生戰力，他不是以把你美軍這個消滅打死幾個人或者怎麼樣，不是重點。那他的重點是什麼？他現在最主要任務是借着戰爭將美國陷入一場泥淖之中，以為什麼？以為他自己後續在談判桌上面爭取談判有利的條件，也就是說荷姆茲海峽將來是我要掌控到，這是他戰爭的一個最主要的任務，在這個最主要目標在這個地方，所以依據這個目標，他就做他的戰術目標的選擇。他現在要選擇什麼戰術目標呢？第一個我們講，第一個是他最容易達成他的任務的目標。什麼任務？什麼樣的目標讓他能夠達成任務？他不是去打美國軍艦，我打不到嘛，對不對？我就打你約旦的基地，打你伊拉克基地，造成你美國在這個地方大量的軍事的損耗，讓你美國疲於奔命，造成你國內民眾的反彈，將你美國陷於這場戰爭的泥淖裡面，拖住你的後腿，不讓你走，這是第一個。所以他選擇目標，我們看他打擊的是約旦美軍的空軍基地。第二個，他選擇什麼目標來打擊？第二個就是對我危害最大的目標，打仗你一定要打擊讓你危害最大的這種目標將它消滅掉，不然它對你來講的話，之後會對你造成最大的危害嘛。那我們看到現在來講，你看看回頭去看，你檢視伊朗革命衛隊打擊的這些，是不是都是他對他危害最大？因為伊朗現在很明顯，他最擔心的是什麼？是美軍對他空襲。如果美軍我們不管是 B1B 轟炸機，或者是像去年的5月重錘用 B2 轟炸機，然後或者是說跟以色列聯手起來用這個戰鬥轟炸機，對他重要的橋樑、變電所來，或者是這個實施斬首作戰。所以第一個他打他的空軍，那我自己又沒有空軍，所以我最優先選擇什麼？一定是你防空雷達。所以你看到現在打他的是防空雷達，然後打他的是這個制空作戰的措施。制空作戰不一定要到空中開飛機去打仗哦，我叫你機庫打掉，我叫你跑道打掉哦，你就無法制空作戰。所以第三個，他有選擇的手段很明顯的，他用什麼方式來打？第一個遠程的，他用導彈來打；近一點的，如果說在無人機的射程之內，他用無人機來打哈。所以我從現在整個美伊戰爭發生到現在，我個人認為說是不要小看伊朗這個國家，它畢竟是一個波斯古國，它有它的戰略構想。我們反觀，如果拿這個邏輯去檢討美國現在這場仗，是不是打得一塌糊塗？從頭你不曉得你在打什麼仗，你的戰略目標什麼？到底是要這個照他自己這個川普之前所講，是要這個解除伊朗的威脅，推翻他的政權，還是幫以色列鞏固以色列安全？沒有一個目標，你看不到他作戰這個目標，而且他的這種目標跟他作戰所採取的手段是不一樣。他作戰的手段用了什麼？去斬首作戰。對不對？去轟炸人家的發電廠，去打人家的橋樑，這就造成伊朗的民眾更埋怨、更痛恨了。那你沒有依據你的戰略目標來實施你的打擊範圍，所以我認為說是美軍如果跟美國跟伊朗從戰事發生到現在，很明顯看出來，
美國來講是亂無章法在打一場仗，反而我們看伊朗，他如果說按照軍事邏輯來看的話，他有他的戰略目標，他有他的打擊手段，一步一步都按照他的作戰計劃來實施來遂行。好，所以看起來伊朗整體來說是比較有戰略这個節奏的。那現在看起來，那美軍的防空系統的部分呢，我們剛剛也特別提到了嘛，建立了超過這個幾十年的最強防空體系，難道現在真的是被打破了嗎？那幹哥怎麼看？好，那最昂貴的就是薩德系統。薩德是終端高空防禦系統。就美國所有的系統裡面，大家認為愛國者是最耳熟能詳，對不對？可是薩德是真真正正那個要接受彈道飛彈攻擊的考驗的。那所以說，愛國者還不一定他完全要能夠遂行這樣的任務，因為愛國者是中高空，薩德是真正的高空，連這種系統都被伊朗給打掉了。我那時候在看這個新聞的時候，我心裡在想，我們不是有很強大的電子反制系統以及預警系統嗎？美國人最標榜的就是我在你要打我之前可能1個禮拜之前我就已經知道你會用什麼地方，會用什麼方式來打我，所以他的E3空中預警系統在地面上被摧毀了，那就很驚人了。然後他的薩德系統在約旦部署的，你知道一套薩德系統要多少錢嗎？都上百億美金的，一枚薩德飛彈幾乎就要達到了500萬美金的，所以大家曉得，連這種系統你都能夠被摧毀掉，這幾十年來美國標榜的系統好像一夜之間出了問題，他也不能說它失效，那它到底它怎麼會有這麼精準的坐標？我就直接想到哪裡了？我就直接想到，又是我們中國提供的技術資源了，一定是中國。它可能有部分俄羅斯的系統，但是中國所提供的系統一定是後面最大的支撐力量，不然你不能那麼精確的。我剛剛講約旦那些被擊中的美國的薩德系統，愛國者防空陣地，那另外還有2個地方啊，這2個地方你就覺得很妙啦，它叫做費塞爾國王空軍基地，還有一個叫哈桑王子空軍基地，這2個基地我們可能一般人都沒有聽過，結果他精準命中以後，他擊毀了一個 F-15戰鬥機的維修廠。你不是光打那個跑道，你要打到那個維修廠，那不容易。再來擊毀了8架 MQ-9死神無人機，這些東西加起來，我就覺得很疑惑，為什麼？因為這個叫精準打擊。依照現有的伊朗的彈道飛彈的精確度沒有那麼高，但你怎麼打得到？這就是我最懷疑的地方。所以現在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跟以前不一樣了。那你現在接下來再打，川普現在雖然經過了眾議院否決，說你不可以隨便派兵，結果後來參議院就說可以了，結果參議院否決了眾議院，你知道嗎？其實這些都是表面上的，這都是象徵意義。實際上，川普要做什麼，他用總統的命令還是可以做的。對。但是他現在發現，這個損失好像很嚴重啊。能不能夠再發動他所謂的要讓伊朗更痛的大規模打擊？我真的很懷疑。好，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都是在空戰的部分哦，這個美伊雙方互轟。如果來看到，請這個苑老師幫我們看到海上的部分，其實現在我們要特別關注到的就是2條的海峽都被封鎖住，不管是我們先前提到的荷姆斯海峽或者是曼德海峽。我們先來看到現在最新的消息是《金融時報》的報道，2艘希臘的郵輪其實他們試圖要沿着阿曼的海岸通行，卻遭到伊朗的飛彈攻擊。這是美伊雙方停火之後第7次的第7艘船被攻擊的商船。那目前呢，伊朗到底放了多少的這一種小型的艦艇在荷姆茲呢？目前最新統計是創下紀錄85艘，所以整個海峽幾乎沒有人敢做通行了。美國退役的海軍他預估說，美軍接下來必須連續數週，而且每晚達到200次的空襲，之後還要有這個2到3艘的軍艦護航，才可能恢復商船在這邊運航的一個信心哦。再來就是另外一線紅海的部分，我們來看到伊朗，他把他的革命衛隊的高層，還有飛彈設施、無人機技術都送往也門去強化
胡塞對這邊的影響力。而油價的部分，現在大家最擔心，因為已經破了$100大關一桶，有沒有可能站上$150？這是來自於專家的最新說法，也會影響到全球的能源命脈、油價的部分。那岳老師怎麼看？剛剛主持人所講的這些重點呢，牽涉到3點呢，非常重要，涉及到這場莫名其妙的戰爭。啊，這場戰爭從頭到尾的話呢，也語言不詳，毫無目的，打停打啊 ，MOU 才剛簽的，我自己還花了一些腦筋記着14條，現在突然就馬上取消了啊！這個我跟你講，這真正莫名其妙。首先第一點呢，這個大家要了解啊，這個伊朗的話呢，對於這個荷姆茲海峽原來是自由通行，現在變成我主導，不管收不收費，反正服務費收定了，你要過阿曼海峡。那个阿曼那個地方的話呢，是過荷姆茲海峽，那你希臘船沿着阿曼過，照打不誤，這個訊號非常嚴重。是。然後第二個的話呢，所有的這個船呢，你看這邊所講到的話呢，就是連黃金啊、飛彈啊、設備啊什麼的、軍人啊什麼的，通通都派往也門的胡塞武裝。我強調哈，也門進去如入無人之境，也門是一個伊朗的敵對國啊。那胡塞是也門裡面的叛亂組織啊，現在提供也門的叛亂組織如入無人之境，表示這個情勢多混亂。現在也門的這個胡塞武裝裡面所出現的一個現象，就是說，他要鎖住紅海另外那邊。為什麼這個紅海這邊這麼重要？因為它是曼德海峽。大家打開地圖一看，就原來的話呢，中東波斯灣產油的大國是沙特，沙特的油透過紅海還算是勉強可以出來。現在沙特的話呢，也門這個叛亂組織胡塞警告沙特不能夠經過，所以沙特就嚇到了，就不敢經過，不敢經過整個波斯灣2條海峽，一個荷姆茲，一個曼德海峽，鎖得緊緊的，一滴油都出不來，沒有油船公司敢再繼續送油的。那在這種情況出現了第3個問題，大家知道油價嘛？現在已經估到多少？原來我跟我自己做私募基金講，他們估的油價就是180。那現在的話呢，你剛剛講的是可能150最高，150那個時候是想到那個 MOU 大概有點希望了，降到70、80不到啊。那現在一下子 double 了。那我問大家，世界的經濟哪裡受得了？我們講我們自己就好了嘛。講我們自己裡面涉及到了油氣，那這個還得了？那個台灣夏天的時候可以洗冷水澡，你到了冬天怎麼辦？那看樣子這場戰爭不會結束的。所以說這裡面整體，而且我覺得最嚴重的是，伊朗真的是卯足了勁，把他所有的反抗之後全部搞起來。最近聽說以色列殺了那個哈馬斯，殺了個半天，哈馬斯又起來搗亂了。對，好像還得了，都沒完沒了了。那這個中東沒完沒了以後，這個油怎麼辦呢？我跟你講哈，這個只有靠這個大陸是沒有問題，那靠俄羅斯的油嘛，所以這個情勢真的是非常麻煩。今天的每一站是3個大主題，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我們先來看到第一個哦，美軍已經狂轟伊朗，達到第9個晚上了，甚至現在還出動了 F-35、F-16戰斧飛彈。但是伊朗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它的大攻勢，這一波攻勢叫做納斯爾2，反擊到已經第20波了，造成更大的一個美軍傷亡。準備現在來自於美國的說法，接下來會迎來更大規模的戰爭嗎？第二件事情來看到伊朗的飛彈已經突破美軍的防線了，美方現在着急的事情是在查說這到底背後有沒有中俄的情資在後面幫助呢？美國現在真正擔心的到底是不是背後的大國所做的支援呢？第3件事情，我們要來看到美軍要封鎖伊朗，控制荷姆茲海峽，但是油輪仍然是看到在荷姆茲被攻擊哦。中東盟友現在怒吼說，我們依靠美國，怎麼讓自己反而成為了戰場的目標了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特別做深度剖析。這一場中東戰我們可以形容已經到達了一個臨界點。美國中央司令部最新證實，美軍第9晚狂轟伊朗，從最初當時鎖定的目標是伊朗革命衛隊的基地、防空飛彈系統跟無人機的倉庫等等。觀眾朋友，我們來看到現在它的攻擊範圍是一路的擴大了。最新消息，戰線已經一路到達了沿海的監視系統，甚至是港口周邊，還有各種的軍事設施，並且現在呢，包括了美軍的戰斧巡弋飛彈 F-35-16輪番上陣。伊朗證實了，確實他們現在多個地區，包括了格什姆島等等地區都被打擊哦，並且傳出了爆炸聲，6枚飛彈直接在格什姆島的這個
周遭被打擊哦，它的外圍被打擊。更值得注意的事情是，這場戰爭不會只有如此而已。來自於最新消息，《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引述美國官員的說法，美國現在正在準備迎接更大規模的一場戰爭，而且我們看到軍事行動確實有在跟着進行當中，包括了他接下來已經說了會部署德國的 F-16， 英國放在德國的 F-16， 還有放在英國的匿蹤F-35戰機都會全部往中東去做運送，並且已經通知以色列了，說接下來美方會增派數十架的空中加油機，讓總數可以恢復到戰爭初期當時的60架。美國中央司令部也證實，現在超過5萬名美軍已經部署在中東地區，他們是準備隨時要待命去展開戰爭的。美國官員也坦誠了，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說，這個戰損的問題還是非常的大，而且長程精準的彈藥庫存仍然是快速的消耗當中。而我們現在也要看到的是，美方有新一波的攻勢，当然伊朗的方面也是火力全開。最高領袖穆吉塔巴怒嗆川普的簽名可以說是一文不值，毫無公信力，揚言接下來要讓美國付出慘痛的代價。隨即就對我們來看到革命衛隊展開的這個叫納斯爾2第17到第20波的軍事行動，打擊美軍在約旦的基地。來看現場最新畫面。Oh my God! Get cover! Get down! Close! 伊朗的這一波襲擊的力道非常的大，我們也來看到細節。除了約旦基地之外，還轟炸了包括在科威特、巴林的美軍的基地，美軍陣亡死傷現在累積18人，還有400多人受傷，數字還在持續的上升當中。那麼伊朗出動了包括了海巴爾等等的彈道飛彈，還搭配了見證者無人機。那麼我們來看到5天之內狂轟約旦一共達到了4次，當中美軍的多個基地還有美軍的人員受傷。我們看到包括了第2個轟炸的範圍到了約旦東部是黑鷹直升機的基地，都遭到襲擊。大量的美軍直升機因此而受損，許多的美軍在這個轟炸的期間趕快急奔掩體，但是他們還是有非常多人受傷甚至死亡哦。那麼，所以今天節目的一開始要請教艦長怎麼看了伊朗的這一波最新的20波打擊，造成了實質的美軍傷亡。現在呢，美國方面也增派了 F-35-16空中加油機要來全面迎戰嗎？艦長怎麼看？其實我們看啊，這個諒解備忘錄現在應該已經被丟進垃圾桶，也就是無論是美國或者是伊朗，現在已經完全失去我們看到諒解備忘錄裡面的相關要求。那如果我們看就是最近幾天的一個攻勢的話，我們看到這一些一個一個小圈圈，有些是被確認的，有些只有影片，那但是呢，它沒有辦法確認實際上的狀況的，那它會用不同顏色區分出來。我們看到之前這邊在一開始的時候是24個，那我們看到說，如果最新公布的是18號的話，那也就是這裡是23個。那如果說我們仔細看它攻擊的到底是哪些目標呢？那也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無論是格舍姆島，那也就是最大島。那為什麼它攻擊最大島？那其實因為最大島上面有非常多的像漁港一樣的小港，那可以提供蚊子艦隊那它停泊以及出擊。那另外呢，阿巴斯港也就是最靠近阿曼灣的一個大港，那所以也是不斷的受到攻擊。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另外一個狀況，也就是美國不斷的對這個阿巴斯附近的橋梁進行攻擊。那這一個一個標示的都是橋梁，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那有可能是為後續的這個可能的一個登陸戰進行準備，也就是當我把你的這一個橋梁通通都打斷之後，你沒有辦法後援，可是從海上來的這一些陸戰隊可以不斷的增援，那這個也就是先切斷有關於革命衛隊或者是伊朗國防軍的它的一個後續的支援的部分啊。其實我們看到美國以前一直在打的，也就是新式的這個從1990年開始的外科手術式的戰爭。可是現在我們看到，從2月28號打到現在以來，已經
幾乎可以打的節點都打掉了，那為什麼還沒有辦法控制這一個戰局？所以他們又回到以往的作戰形態，也就是從部隊的对抗，一直到人口，一直到基礎建設，最後來癱瘓整個的一個伊朗。可是伊朗現在看起来，我們從之前他的國葬，我們就可以看得到，其實他們的這一個社會的連結是非常強的，也就是一致對外。那美軍的攻擊是不是有效呢？那實際上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到說，這一個從伊朗的反擊，伊朗反擊在哪裡呢？我們現在看到他攻擊了科威特港口的這個地區，這個地區它部署的到底是什麼？也就是我們看到的美國戰術飛彈的部分。那這個也就是我們講的海馬斯。那海馬斯其實都可以被這樣攻擊的話，也就代表着他們其實隱蔽跟掩蔽是很有問題的。就像我們剛剛看到那段影片，請問大家是不是看到了非常多的美軍其實都在那個廠庫旁邊？為什麼他們沒有收到警報呢？還是他們忽略了警報？那另外我们剛剛看的是白天，我們看晚上的集束炸彈攻擊的話，那我們就會看到其實為什麼還可以在這邊可以這樣拍？他們認為沒事，但是這個才剛拍完沒3秒鐘，直接集束炸彈就在旁邊爆炸，所以這就代表說他可能是敵情的觀念不足，那或者是他們輕忽了伊朗攻擊的一個成效。那但是我們這樣看啊，其實現在這場戰爭開始慢慢外溢了。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美國動員了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去打這個胡塞組織，那可是呢，胡塞組織其實就是伊朗在我們看到這個也門這個地方的一個抵抗之狐。那如果是這樣的話，現在胡塞組織已經有風聲說，他們未來有可能的話會封閉曼德海峽。如果曼德海峡被封閉了，那我們講到說這一個霍姆茲海峽也被封閉了。那之前我們看到沙烏地阿拉伯透過這個他們這個油管往這一個紅海運輸的這個原油這個就破功了。那如果這個破功的話，實際上來講，整個的打擊是對於全世界的。好，所以這個是我們看到這個美伊雙方對對方的一個最新一輪的攻勢。穆吉塔巴持續的嗆下說，美國沒有公信力，接下來會展開新一波更大規模的一場報復。那美軍的情資也特別顯示，很快的另外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很快就會展開了。那目前呢，其實美國的官員他們自己也很擔心，因為他們自己也坦言，現在呢，伊朗不只是飛彈數量，他們看起來是沒有減就算了，突破防空的系統的能力還比戰爭初期還要更加的成熟。另外，美軍現在也付出它的政治上面的成本，因為呢，你現在要駐軍在盟國，你的政治成本變得更高了。盟國這些在中東美軍基地的盟國並不相信美國。楊老師怎麼看接下來這場戰爭的發展？首先，我們要了解大概跟戰爭剛開始的時候有2點，到目前為止還是維持不變的第一點，雙方都表現某種的克制。第二點，現在雙方都在打消耗戰。那克制怎麼講？第一個，美國方面他就很克制的不會去打全面戰，也不會去打地面戰。那他寫給國會的信當中說，這是一個有限度而且是這個限制的這個戰爭。那換言之，他可能已經設了這個時間表。那他第二個克制美國方面呢，我們就要接下來觀察了，因為川普曾經在推文上面寫說，7天如果還不接受我的條件來進行和談的話，他就要打橋梁，再7天呢，他就要打電廠，對，那就民生設施了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個人覺得他不敢真的這麼做。是，你要是大規模的去打民生設施這是違反人類罪耶。那伊朗這方面呢，到目前為止的克制表現在他沒有去打海灣地區國家的這些能源設施，這個在初期戰爭的38天到目前為止，雙方都有這個克制。這個一打下去，大家基本上完全掀桌子了。那第二個消耗戰，我覺得美國跟伊朗的消耗戰有2種，我們只看到第一種，那就是軍備、庫存還有價格那種不對稱。比如說見證者136，那個就是伊朗的無人機，才多少？3萬塊美元。然後呢，愛國者3號3型飛彈呢，多少
一枚300萬美元，就差了多少？100倍哦。是。然後呢，最重要的是那無人機好做啊，愛國者飛彈這個來不及啊，一個月才多少幾百枚而已吧。因此它事實上會呈現這種消耗戰，打到後來美國沒有彈藥可以打。然後你當然現在所有的防空的能量也都不足了，哦，你針對這些見證者136的自殺型無人機，其實也沒什麼這個足夠的彈藥可以去做防空。然後呢，你雙方的比庫存價格，這是一種對美國而言已經處於不利。所以你看他連續打了8波9波，這個講起來好像媒體上看起來就是很這個規模很大，可是呢，伊朗剛才那個畫面。就解釋了一切。對，哦，也就是說，伊朗其實也可以很精準的，而且美國在毫無預警防備的情況之下，就這麼蹦蹦蹦連續的來。對。第二種消耗戰，我覺得大家其實要特別注意到的，我覺得市场啊現在快開始注意到，第二種消耗戰是什麼意思？就對美國而言，它消耗國際能源，它消耗油價，油價會偏高了，你再打下去，然後呢，你的經濟通膨，還有你的選舉。內部的法律政治的壓力，川普政府這個消耗戰根本沒有辦法再持久。我覺得2個禮拜他根本撐不下去。那對伊朗，他有沒有這個消耗戰？當然有，他的經濟，他內部的壓力他也會有。可是你知道，當他被轟炸的時候，他內部的那種凝聚感其實是可能更強的。哦，強硬派反而會更佔上風。所以你現在如果只是講2個禮拜。或者是2個月，美國在消耗戰上一定會居於這個下風。但如果說你要在這個2個月以上，我們就難以想象，因為那個時候整個國際情勢、經濟、能源就會完全不一樣。對，好，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現在目前為止這場消耗戰居於劣勢哦。那剛剛我們也看到這個畫面了嘛，就是美軍基地哦，在約旦的基地被伊朗給狂轟哦。那之所以美軍基地遭到這個打穿之後呢，現在美國內部也開始做檢討，議員他們開始檢討是說，是不是大家沒有查到？伊朗的背後是不是有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在幫忙提供這些可以做攻擊的情報呢？這個是一個問題，等下請教尚志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關於荷姆茲海峽了。最近呢，2艘郵輪在荷姆茲海峽又是遭到了攻擊、爆炸、失去動力。當然，現在呢，把矛頭指向了美軍哦，聲稱這些郵輪，這是伊朗的說法，聲稱這些郵輪是在美軍的鼓勵下才去使用這條航道的。看起來，這個伊朗就是表明說，這個荷姆茲海峽還是由伊朗我說的算。那尚志哥怎麼看？好，我們現在首先看一下到底美國在這一波那麼下了重手，而且看起來如前面所提到的部分，這個談判幾乎好像就撕毀了。但是美國打的確實有一些就是集中性，比如說對於整個荷姆茲海峽的部分沿途轟炸。然而到現在看起來，你還是覺得美軍的整體的對伊朗的攻擊或整個戰略還是不清楚。比如說你現在打的部分，你到底要不要把哈爾克島拿下來？其實你可以拿下來，但你拿下來之後，其實說，因為你現在就是破壞，然後美國現在放重話開始打水電廠、打核電廠跟民生設施，聽起來是厲害的喲。可是事實上，其實伊朗也不是省了燈啊。伊朗在昨天才剛剛公布，你現在打我，確實沒有錯，因為在19號的時候，美國已經攻擊伊朗西南部的這個核電廠了哦。那一打之後，伊朗馬上公布11個清單。11個清單是什麼呢？波灣所有國家，幾乎每一個國家的核電廠跟海水淡化廠都至少2個。也就是說，我現在清單都帶了，這些都我要打的。而且要知道，水電廠跟那個核電廠是綁在一起的，要有電才能這個。所以這裡頭，如果你打我，我不是打你美國，但是我打所有波灣地區，而且這裡跟美軍基地的水跟電從這邊來嘛。所以說，美國的到底它的戰略清不清楚？但我們相對來看，那美國當然還是有做。第一個，它繼續的集結兵力。包括從歐洲甚至從日本、韓國抽調以轟炸機為主的各式各樣的軍機過來，然後也增派了很多1萬多人過來，對，然後也拉北約。那現在北約當中有8個國家也都表達了部分的支持之意，甚至也都傳出說烏克蘭的部分無人機已經開始加入了，在這裡頭幫助美軍來攻擊伊朗。那麼美國當然有些集結的部分的行為，但是你說這樣子的這個戰術做法，伊朗呢？你看我們伊朗這幾天回去，首先我们看伊朗。把原先它叫做這個代號，美戰他們叫真實承諾，
都是回擊嘛，因為你攻擊我，我才回擊你，叫真正承諾。可是7月份，伊朗已經正式把名稱改叫做勝利行動。這幾波當中，勝利行動1、勝利行動2，所以這裡頭它是反侵略，它已經是有攻擊性，甚至要毀滅性了。就是說，對美國美軍基地，我們來看伊朗怎麼打。他在打美軍基地是很清楚的，首先打你重要的雷達，雷達打之後打你的，接下來打你的機庫。要知道那麼多美國厲害的飛機在空中，現在伊朗沒有能力空戰去打這些來轟炸的這些上百架飛機。可是你飛機要下來，你飛机要都停在美軍基地，你只要停在地面上，你再貴的飛機停在地面上打的就是廢鐵。所以伊朗很清楚，然後伊朗還打什麼美軍的宿舍。對，很好，然後還不止，還打什麼伊朗一些高級軍官住的大飯店，5星級飯店。所以這種針對性，你看伊朗真的是被美國打得越打越頭腦越清楚。其實我剛講這一波的反擊，這一波的下重手，恐嚇你，我要打其他的地方，這個水電站、核電站，然後我出手的打你美軍基地，這個集中性真的非常非常高。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打，如剛剛楊老師所提到的，我不認為伊朗會打輸。我們最後看到的這一波7月打的都是伊朗的最新導彈，都不是庫存貨哦。那美國雖然調了很多，包括愛國者荷姆斯飛彈來，還是一樣。這個部分其實還是用來舊的部分的東西，而且造價昂貴，所以持續打下去，我覺得伊朗還是有它對抗的本錢。